明明已经嫁进豪门，当上了华裔老板娘，秦楚培为何要放弃一切，非要给这个陈冠希生孩子呢？2006年一组照片直接把这吃瓜群众的下巴给惊掉了。华裔老板娘秦楚培，这个名震国际的超模，竟然在日本街头和陈冠希约会，所有的媒体都开始疯狂的输出秦楚培昏了头了，自毁前程，顶流超模爱上世纪渣男等等等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真的是一场堕落吗？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次情感侦探啊，深度去复盘一下这场堪称是反套路的豪门叛逃大戏。秦楚培啊，那可不是什么傻白甜，他是靠自己在国际 T 台上杀出来的狠角色。他最封神的一战呢，就是在这个某场大秀上啊，这品牌方呢准备的这个恨天高高到反人类啊，前面的模特一个个走的是踉踉跄跄，轮到他的时候呢，突然啊脚一崴，差点世纪一摔。结果呢，这姐们啊连0.1秒他都没有犹豫，当场黑脸一把呢就把这2只高跟鞋全脱了，然后呢光着脚拎着鞋，面无表情的走完了全程。这份老娘不伺候了的拽姐范儿呢，和那个碾压全场的台步，让他一战成名，也让他呢被华裔看中，顺利签约。紧接着呢，更顺理成章的来了，没过多久啊，这位22岁的 T 台新贵呢，就和华裔的高层张文正手握大把时尚资源的大老板赵磊结婚了。一个是手握资源的霸道总裁，一个是前途无量的国际超模。咱说这剧本啊，你怎么看他都是强强联合，各取所需。这婚后呢，秦楚培的资源啊，确实是飞升了，他确实是登上了维密的舞台，成了美宝莲的全球代言人，跻身国际超模行列。而赵磊呢，也拥有了一位啊，能够带他出入各种高级名利场的超模太太。这本是一场完美的交易。直到2016年呢，那组日本街头照的曝光，华裔老板娘婚内出轨陈冠希，这王炸级别的丑闻瞬间就引爆了舆论。而她的豪门丈夫赵磊呢，第一时间就跳出来扮演受害者。他在朋友圈上发了一篇绿意盎然的小作文，痛斥秦楚培什么时候出轨变成一个光明正大的坏人了。这波卖惨操作啊，瞬间就为他赢得了全网的同情。所有的脏水呢，全都泼向了秦楚培和陈冠希。然而呢，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啊，秦楚培要身败名裂的时候，这位姐的反击啊来了。他没有道歉，也没有沉默，他直接甩出了实锤，老娘早就协议离婚了。紧接着呢，他扔出了一个更恶心的炸弹，就是赵磊啊婚内出轨在先，而小三儿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网红。如果说只是出轨啊就算了，豪门嘛那不稀奇啊，但这小三儿呢居然穿着秦楚培的衣服，背着秦楚培的限量款包包，用着秦楚培的首饰，在社交媒体上疯狂的晒图，公开挑衅。而赵磊呢，这个所谓的豪门丈夫啊，不仅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更是放任小三儿如此羞辱自己的正牌妻子。这份被双重背叛的屈辱，让秦楚培是彻底清醒了。赵磊那个受害者的假面呢，也是瞬间被撕得粉碎，他成了一个婚内出轨还反咬一口的伪君子。现在呢，咱们再回过头看啊，看看秦楚培的选择。这一边呢是赵磊，一个是表面光鲜亮丽，手握资源，实则是虚伪出轨，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的伪豪门。另一边呢是陈冠希，一个虽然说声名狼藉啊，被全亚洲封杀，但他呢至少是渣的明明白白，坏的是坦坦荡荡的真浪子。你是秦楚培的话，你选谁呢？他选择了那个更真实的陈冠希，他不是恋爱脑上头，他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宁愿背负着出轨的骂名去选择一个真小人，也不愿意再在那个充满了谎言和羞辱的假豪门里多待那1秒。他不是堕落，这是止损。而故事的结局啊，更是抓马到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那个被全天下认定为是永不回头的浪子陈冠希呢，在和秦楚培在一起之后呢，竟然收心了。他在洛杉矶啊豪掷2000万买下别墅，和秦楚培呢共筑爱巢，他甚至变成了一个女儿奴、炫娃狂魔。他那张曾经充满了桀骜不驯和戾气的脸，如今呢在镜头前剩下的全是傻巴巴的温柔。而秦楚培呢，他赢了吗？他或许啊失去了一个华裔老板娘的虚名，也失去了一些所谓的高端资源，但他呢赢回了一个真正尊重他的、爱护他的，并且愿意和他组建一个真实家庭的男人。所以呢，咱们最后呢得用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呢来总结一下秦楚培的这场豪赌啊。在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里啊，人的需求呢像是金字塔一样分为5个层次。秦楚培和赵磊的那段婚姻啊，表面上呢满足了他底层的安全需求啊，比如这个金钱啊、地位啊、资源，但那段婚姻却彻底摧毁了他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和尊重需求，那是一个情感破产的黄金牢笼。而他呢选择陈冠希啊，就是一场抛弃底层安全感去追寻高层情感满足的风险投资。他赌的呢是那个浪子啊能够给他那个豪门给不了的尊重和真诚，结果呢他赌赢了。所以你看啊，秦楚培的故事呢是一部最顶级的大女主爽文，他用自己的人生呢告诉了所有人，一个女人真正的豪门呢从来就不是那个能够给你多少资源的男人，而是那个能够让你活得像自己、活得有尊严的伴侣。